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是牛马这几年送外卖的一个亲身经历。那天晚上，他正跟几名外卖员聚在一起聊天接单呢，手机就突然响起了接单成功的声音。他拿起手机一看，发现是个陌生的地址，便询问身旁的两人知不知道这里。那两人表示都没有送过这地方。随后他俩让牛马按照导航走就行了，于是牛马就赶往了商家那里取餐。然而等他拿到外卖送了一段时间后，整个人顿时就傻了，自己都已经送到了城区外了，没想到才刚到导航路线的一半，看着这条没有路灯的乡镇公路，他实在有点后悔接这个订单了。不过既然接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送了。又跑了大概20分钟后，牛马终于来到了顾客下单的地址。可等他推开院门走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房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奇怪，便打开了手机的闪光灯四处寻找着。然而一直就这样转了半天，他却连个人影都没有看见。于是牛马就准备拿着外卖回去了，但他刚一转身，瞳孔却顿时猛地一缩，就见刚才还是花草树木的大院子，竟然眨眼间就成了一片阴森的墓地。这尼玛谁还敢送啊！他随手把外卖一扔就逃了出去。等跑到了院子外面，他骑上小电驴就赶紧驶离了那个鬼地方。一回到家，牛马就病倒在了床上，请了1个星期病假才慢慢好起来。等牛马康复上岗后，他就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几个同行朋友。有个见多识广的老大哥见状，说他应该是惹上了脏东西。于是在那位老大哥的建议下，牛马就在路边烧了半斤黄纸。可没想到仅仅才过半个月，他就又遇上了一件离奇诡异的事。当时他接了一个老小区的订单，是住在7楼的一个顾客下的单。这个小区据说之前闹过阿飘，很多怕事的人都陆陆续续的搬走了。7楼整整1层就只有这一户人家还在居住，而牛马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他来到7楼，找到门牌号后就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一对样貌年轻的夫妻，可令牛马感到意外的是，那男人却说自己没有点过外卖。于是牛马就赶忙拿出手机查看，在发现下单的地址的确就是这里后，他便按照上面留下的联系方式打了过去，可电话那头却并没有人接听。牛马见状说订单上显示的名字是叫李忠平，然而接下来那对夫妻俩的回答差点没把牛马给当场吓死。李忠平竟然是眼前这男人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已经死了有好几年了。还没等牛马缓过神来，那对夫妻接过外卖就把门给关上了。遇到这种情况，牛马也不敢在这里多待了，反正只要外卖送到地方就行。经过了这2件事情之后，牛马就再也不敢夜里送外卖了，他把自己的工作时间给调整到了白天。这是我爸爸的真实经历。在一次我们家庭聚会时，我奶奶说起了这件事。她说，在2004年时，我爸爸还是当地的一家工厂的普通职工，他和几个工友一起住在工厂的职工宿舍里。不知道为什么，从某一天起，我爸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感觉床边有人，却也怎么看不清那个人。那个人浑身漆黑，只看得见模糊的五官。他弯下腰盯着爸爸，脸上还带着诡异的微笑，似乎还在呢喃低语什么，非常可怕。爸爸的内心恐惧到了极点，想挣扎着爬起来，却浑身无力无法动弹；想大声呼救，却无法张嘴说话。爸爸意识到自己一定遇到了鬼压床，只好绝望地闭上眼睛，生死由命了。大约过了1个小时，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又可以动了，赶忙挣扎着猛地坐了起来，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湿了，大口地喘着粗气，久久无法平静。过了良久，终于缓过来了。爸爸以为只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第2天一早照常去工作，没想到从那晚起，一连几天他每晚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同样无法动弹，同样无法呼喊，同样漆黑鬼影，同样诡异微笑。因为晚上遭遇鬼压床睡不好，又加上当时我妈妈已经怀孕7个月了，爸爸决定搬回家住。爸爸在家住了几天，没有再遇到鬼压床的情况。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有一天晚上，我妈突然从梦中惊醒，听见爸爸在一旁说着梦话。妈妈觉得很奇怪，因为平时爸爸没有会说梦话的习惯。
他用手去推爸爸，想把他推醒。可就在这时，爸爸突然起身掐住了妈妈的脖子，把她死死地压在床上，腿跪在我妈肚子上，和平常温柔的丈夫比起来判若两人。爸爸当时面色微青，眼里散发着怨恨的凶光，嘴里大喊大叫着一些听不懂的话，但这些话绝不是爸爸可以说出来的。当时妈妈怀我已经有7个月，肚子已经很大了，她很快意识到我爸不对劲，又怕爸爸伤到了肚子里的我，便对着爸爸肚子狠踢了几脚。爸爸也不知道是因为吃痛还是变回正常了，这才放下腿倒在了床上，再次沉沉睡去。妈妈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害怕爸爸突然暴起，提心吊胆地撑到天亮。第二天，爸爸像没有发生事一样去上班了，表现得一切如常。妈妈也没有告诉他昨晚的事情，只是一个人沉着脸。中午奶奶来我家，妈妈就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奶奶平时比较信神佛，就拿了几袋朱砂和一些稻谷放在爸爸枕头下。从那之后，爸爸就没再梦见过那个人了。后来有一次，我路过爸爸曾工作过的工厂，那里是一栋红砖瓦房，墙上还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的产物。历史课上我了解了那个特殊的时期，或许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而那些事情也许是我这个年龄还无法理解的。我奶奶还说，当初还好我妈及时踢开了我爸，不然我可能就提前几个月出生了。这件事情是小时候爷爷讲给我听的，我们村里人几乎都知道这件事。事情发生在2000年贵州大山里的一个村子，当时这个村里一户人家的儿子患上疾病，看过很多医生都说治不好了，没过多久，这户人家的儿子就去世了。这家人在悲痛中给儿子办了白事。自从他家儿子去世后，他们家里就经常发生怪事。每当他家里人昏昏欲睡时，黑暗的房间里总会发出一阵阵细小走路的声音。刚开始以为是老鼠，这家人也没在意。后来有天晚上，厨房发出一连串的碗被摔碎的声音，这家男主人一下子惊醒过来，急忙跑进厨房。只见一个黑影在橱柜边站着，乍一看，这黑影与男主人刚去世的儿子身形有些相似。他急忙打开灯一看，那黑影消失得无影无踪。接连几天，每到深夜，他家厨房都被搞得一团糟，每天如此，请了很多阴阳先生来看，也没个结果。直到有一天，男主人去山上的地里干活，那天的雾很大，他在地里休息时，看到从不远处的小路上走过来2个人，这2人个子都很高，差不多在1.9米以上。2人走到男主人面前，走近一看，男主人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相很怪异，有点像牛的脸，另一个脸很长，2人肤色也是一黑一白。那个白脸人向男主人问了问路，男主人虽然有些诧异，但还是给他们指了路。白脸人很有礼貌地行了个礼，一抬头发现男主人一脸的憔悴，便再次和男主人攀谈起来。男主人也没避讳什么，就把事情的经过说给2人听。2人听完后，称自己也懂得一些风水之术，便给男主人说，原因是他儿子下葬时棺木出现了问题，之后导致他儿子每天晚上都会回家去翻箱倒柜找东西吃。男主人听完恍然大悟，当时下葬时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当时由于太过悲伤，他并没有太在意。他立刻向2人请求如何让自己的儿子入土为安。白脸人说，选个日子换个坟地重新下葬。后来2人和男主人一同去了他家，说来也怪，平常男主人家养的那条大狗，就算见到村里人都要狂吠，而今天家里来了2个陌生人，那狗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更奇怪的是，家里喂养的鸡鸭鹅也早早地回到了窝里。吃过晚饭，白脸人向男主人要了些香烛纸钱，开始在院子里捣鼓起来。他嘱咐着，不管院子里发生什么动静，都不能让他家人看，让他们早点回屋里休息。男主人一家也早早地回到房间里睡了。也许是不放心2人，男主人想醒过来看看，在朦朦胧胧的意识中，他听到院子十分吵杂，还听见铁链的声音，而这铁链的声音越来越远，男主人这才睡着。第2天早上，男主人起来一看，那2人早就不见了，到处看也没看到2人的踪影。但从那以后，男主人家就再也没发生怪事，那黑影也没再出现。
后来这件事情传到其他村民耳朵里，很多人都说那2人是从山里出来的牛头马面。据当时村长的回忆，男主人家土地不远处有个小庙，以前里面就供奉过牛头马面。这是我初中时候遇到的一件事，曾经不太信这些东西，直到我遇到了这件事，才对一些未知的东西深信不疑。记得那年我上初中，家里的一个亲戚，我暂且叫她孟奶奶吧。那天放学回家，妈妈让我赶紧吃饭，说吃完饭要带我出去办点事。我问她是什么事，她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总是哄你玩那个孟奶奶吗？我说记得呀，怎么啦？妈妈说老人家正躺在床上倒气呢，估计也就是吊着这最后一口气，等着看他的老儿子呢。老人家挺可怜的，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了，人就这样了。这个孟奶奶一共有5个儿子，老儿子常年在外地。吃完饭，我和妈妈不一会就到孟奶奶家里了。孟奶奶躺在床上，已经说不出话了。旁边的人小声地议论着后事应该怎么办。我坐在床边和孟奶奶说着话，我当时认为她一定能听见，虽然她不能说话。当时孟奶奶家的大儿子正在打电话催着他的小兄弟，让他赶紧往回赶。也就是这时候，我看到了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明明中午已经不能说话的老太太这时候活过来了，先是深深的叹气，又说了一句累死我了。这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可是在场的人已经有吓跑了的。这时候大儿子进来了，问妈妈是您吗？抱着孟奶奶就哭。然后孟奶奶说别哭了孩子，妈没事，就是做了个梦。大儿子问您做的什么梦啊？这时候孟奶奶才和大家说起她做的梦。头天晚上，孟奶奶一个人吃过饭以后，就坐在床上看电视，看着看着感觉困了，就铺床睡觉。可是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孟奶奶听到门前有好多人说话，于是好奇就开门去看，看到特别长的一个队伍，里面的人形态各异，有老人有小孩，还有牛马什么的。孟奶奶为人好热闹，于是就一路跟着，过了河过了桥，感觉到口渴，就问身旁的人有没有水喝。这时候领队的有个人看到了孟奶奶，说你不是这里面的人，回去。这声音特别严厉，孟奶奶感觉到迷迷糊糊的就醒了。后来听人说孟奶奶可能是阴差阳错的跟着鬼魂鬼差走了，就是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孟奶奶经过那件事之后，又过了差不多10年时间，老人家无疾而终，子孙满堂，愿孟奶奶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事情发生在2002年，这是我三爷爷的亲身经历。我家是农村的，那一年因为非典这事儿闹得人心惶惶的，村长就组织大家在村外盖了个隔离村，也就是几间平房，用来隔离疑似病例，平时那儿有安排人员看守。其实大家身体都还行，没人生病，也就没人被隔离，看守人自然也是闲待着。那天晚上正好是我三爷值班，吃过晚饭，三爷准备出门的时候，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我三奶奶看三爷脸色有些不好，就对三爷说你就别去了，反正有人值班，也不缺你一个。三爷想了想还是去了，说在家也没事，去转转。过了一会儿，三奶奶还是不放心三爷，就喊来了我小叔，对他说去把你爸喊回来，他身子不舒服，我不放心。小叔骑着自行车去找三爷，出门没骑多远，就看见三爷扶着自行车往回走，他赶紧迎上前说爸，您回来了，我妈还让我去喊你呢。三爷看到是小叔，就对他说你先往前骑，前边有一个老太太，你去接她一下，他们祖孙俩迷路了，我带小女孩先去卫生所。小叔被三爷这话给说迷糊了，啥？爸，小女孩在哪呀？三爷对看到小叔的反应也觉得奇怪，说不就在我车上坐着吗？爸，你车上哪有人呀？三爷也觉得奇怪，回头看了眼，咦，人呢？说完后，三爷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晕倒了。小叔赶紧把三爷背回了家。三奶奶看小叔背着三爷回来，着急问小叔这是怎么了。小叔把出门和三爷碰面后的事情和三奶奶说了一遍。本身部分生活在农村的老人就挺信一些东西的，三奶奶一听小叔说的就觉得事有蹊跷，不是生病那么简单，让小叔在家看好三爷。
自己赶紧出门，请了个有本事的人来家里。半仙进门一看三爷的情况，就知晓了7、8分，对还在一旁担心的三奶奶说：“我先探探口风，您先别着急。”三奶奶和小叔都被支出门外，单独在房内就半仙和三爷。不一会儿，半仙出来说：“他们不走，也不要东西，说三爷是好人，打算跟他一辈子。”听完半仙的回话，这可把三奶奶给急坏了，急着说：“想要什么物件我们都给，别再缠着我家老头了。你说这老头好心办坏事。”半仙听了三奶奶的话，想了想说：“行，我再跟他们谈谈，要是不行我就来硬的。”跟三奶说完，他又进了屋。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半仙出来对三奶说：“谈好了，他们同意走了，东西也不要。他们说难得遇到好人，没想到闹成这样，自己也觉着对不住，说以后不会再骚扰了。”半仙解决完了事情以后，三爷很快就醒了过来，随后便知晓了遇到老太太的整个过程。三爷说他出门后骑车沿着河道去隔离村，路上看见一位老太太带着小女孩在路边蹲着。三爷心里觉得奇怪，这闹非典闹得这么凶，大家没事都躲在家里，怎么还有人赶出来？热心肠的三爷怕人家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就走上前去问：“大娘，您这是去哪呀？”老太太说：“哎，我家小孙女生病了，她爸就在邻村干活，找她爸爸带着去瞧病，没想到迷路了，也不知道这是哪了。”三爷一听心想，怕不是非典吧，别耽误孩子病情，赶忙对老太太说：“大娘这么晚了路不好走，这样吧，孩子的病不能耽误，我们村子有卫生所，你信得过我的话，我先送着孩子去，回来再接您，您看行吗？”老太太千恩万谢，直说遇到好人。三爷把小姑娘扶上自行车后座，就往村里走。让三爷觉得奇怪的是，怎么说都是12、13岁的孩子，怎么感觉跟没托人似的？因为救人心切，三爷也没多想，就一心想早点赶到卫生所。接着就遇到出门寻他的小叔，发生了这一连串的事儿。虽然遇到这个事儿，但三爷说不后悔这么做，行善积德，无论是谁在有困难的时候都得帮扶一把，他们也一样。2015年9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我中专毕业后就进入社会工作了，我喜欢音乐，所以我自学了作曲编曲，也写了不少歌。我向一家唱片公司投了作品和简历，他们通知我去面试，而这家公司的地址就在北京朝阳。我在这项工作接到消息后，我不顾家人劝阻来到北京。经过一个下午的面试和才艺展示后，他们跟我说回去等消息，并为我联系了酒店。其实我知道自己没戏了，酒店名字就不说了，房间号是8505，在走廊尽头，是一间大床房。那天酒店人满，不能换房间，我因为离家时与家人闹翻，没有带多少钱，所以只能暂时住在这里。我听说过一些传闻和禁忌，所以进房间前敲了3下门，然后低着头站在门边等了1分钟再进去。当天又唱又询问地折腾了一下午，难免累了，也因为被拒绝，我的心情多少有些失落，所以早早的就睡了。睡到大概2点多的时候，我突然惊醒，就是那种睡得很熟，突然有人弄出很大响声，被惊醒后的感觉。我头脑是清醒的，但是不能动，我是侧着睡的。借着窗外微弱的亮光，我看见床边有好多人。我想起以前听过的一些传闻，感到非常害怕。我稳住心神，试着眨了一下眼睛，这些人就不见了，我也能活动了。再仔细一看，我的外套挂在衣架上。事后我想起来，睡觉前我的外套是放在枕头边上的，我以为刚刚睡醒眼花了，自己吓自己，翻过身想要平躺着睡，突然看到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低着头，头发长长的遮住脸，就站在床尾。他慢慢地走过来，同时床头的台灯也亮了。我清楚地记得睡觉前那个灯是白色的光，但是这会儿却是很昏暗的黄色，其实也就几步。他动的时候，我能听到咔咔的响声，就是有些人喜欢掰手指发出的那种声音，只不过放大了几倍。然后他的身体像拉长了一样，直直地慢慢地向我压下来，手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他的脸和我贴得很近，脸色是苍白的，还带着几股黑色的青筋，头发在我脸上扫来扫去，他脸上的皮也一点点往下掉，就像被撕下来一样。
嘴里还滴着血，滴在我脸上。我下意识的一声大叫就醒惊了。我定了定神，看了看四周，借着窗外的亮光，我看到我的外套在衣架上挂着，台灯并没有亮。我害怕的不敢动。大概过了10几秒后，我不顾一切地冲去前台，在前台服务人员的休息室度过了下半夜。我跟服务人员说了我的经历，他们说我是做了噩梦，我也愿意相信这是我做的梦。但是第二天一早，我发现自己的脖子上有个手掌状的淤青，脸上也有一些红色的像线一样细细的痕迹，摸上去还有一点点痛。别人都说是我做梦时自己抓自己弄的，事实到底是怎样我也不清楚。故事发生在我家里，吉林省长春市，时间是2016年元旦。我在市容部门工作，那天我值班。早晨，我在卫生间洗漱完，准备出来的时候，恍然发现脚下好像有一道白光从卫生间里冲了出去，乍一看的轮廓像是小狗一样。我和生活在一起的奶奶说了这事，奶奶也没理会我，敷衍地说了句：“孩子，你可能看花眼了吧？”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还是有些在意那道白光到底是什么。抱着这种疑惑，我去上班了。晚上回家吃过饭后，我早早地睡下了，脑子里却还在想着早晨发生在卫生间的事。到了午夜，一阵尿意把我从睡梦中弄醒了，我想起床去厕所，但是我的身子没等离开床，就似乎被一道看不见的墙给撞了回来。我接二连三地想要起身下床，却都被这空气墙给撞了回来。我心慌意乱，想叫奶奶起床过来看看我。正当我要喊的时候，却发现我居然喊不出声音来。无论我怎么喊，感觉喉咙都要喊破了，却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时，我的卧室里逐渐被一片红色的光给覆盖了，周围所有东西我都看不见了，只能看见这满屋子的红光。之后又出现了一道褐色的影子，围着我的床开始转了起来，影子越转越快。渐渐的，我感觉身子好像被火烧了一样，疼痛难忍，但是我依然不能从这床上下去。我害怕了，冷汗从我的额头上流了下来，被火烧一样的身体也使我渐渐撑不住了。我绝望地躺在床上，只希望这时候有谁来救我。这时候我发现周围的红光消失了，一道白光在我身子周围转了几圈，随后在屋子的地板上，一只狐狸显现在我眼前，雪白的毛色，惊红的眼珠。我愣愣地看着它，慢慢的它消失了。第二天早上，我和我奶奶讲述了昨晚的事。奶奶说，既然你经历了这个，我也不瞒着你了。咱们家从祖辈开始，一直供奉着保家的狐仙，从未断过香火。家里人也都是行善积德，从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你昨晚遇上那样的事，估计是下班回家冲到什么不干净东西了。你看到的那只狐狸，就是咱们家的狐仙显灵来救你了。还有1个多月就春节了，到时候给咱家狐仙供奉些好吃好喝的，让他老人家享受享受。我越来越好奇，就缠着我奶奶给我讲了一大堆狐仙与我们家族的故事。从那以后，我也越来越爱做一些大大小小的善举，祈求着狐仙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我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小县城，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2006年秋天。那时候我上高2，刚开学没多久。我们的教室在学校东面第1排楼，走廊朝北，与第2排楼的走廊相对，东面和西面回廊分别是卫生间和过道，围成了一个口字，中间形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一块地方。我不敢说我能看到什么，但是因为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所以就总会招惹到东西。这话是奶奶这么说的。我从来不会到楼下中间的那块地方去玩，因为总是觉得后背凉飕飕的。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的那天是下午刚上学的时间。那时候大家都骑自行车上学，所以学校在每栋教学楼下面都挖了一个地下车库。我把车停好，就和往常一样向楼上走。我们的教室在4楼最东面第3间教室，走到4楼走廊的时候，刚过第1间教室门口，就清楚地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把，身体好像一下子就不受控制了，踉踉跄跄地往前跌撞，刚好撞到从第2间教室里出来的一个男老师的身上。我俩当时都懵了。我含糊着嘟囔说，感觉刚刚有人推我。老师很茫然地说，就看到我一个人撞过来了，身后根本就没其他人，
还问我是不是中午睡觉睡懵了。我当时也有点迷糊，心想难道真的是我睡懵了吗？上课铃响了，我就匆匆回教室了。这事情过了不到1个星期，还是下午上学的时候，刚进校门就发现教学楼前的广场上围了好多人，警车和救护车都在。我正疑惑，碰巧在车库里遇到同班同学，他说隔壁班有个女生刚刚从楼上掉下去了，有人看到她拿着包一路跑到最东面的栏杆处，直接翻下去摔死了。我一下子想到前2天的事情，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当天晚上，班主任开班会时候说，那个女生是因为追逐打闹不小心摔下去的，让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在走廊上追跑。可后来他们班同学说，当时那个女生就是一个人走在走廊上，没有跟其他人说话过，更别提什么打闹了。然而学校一口咬定就是追逐打闹导致意外，不让议论。那时候的学校也没有什么监控。后来女生的家人过来闹了几场，最后也不知道校方怎么处理的，这个话题在学生中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现在我还会想，那个女生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而我遇到的那件事，当时的感觉那么真实，真的是我睡懵了吗？这件事确确实实发生在了我身上，并且当年在那个学校读过书的学生都知道，学校里有个学生坠楼，但是怎么摔下去的就没人知道了。事情发生在云南省德宏州，是我姐姐的亲身经历。2000年，那时我才2岁，我姐姐比我大5岁，正在上小学2年级。有一次期中考试之后，老师准备在周5晚上8点开家长会，与家长交流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周5当天7点半，妈妈就带着姐姐去学校。当时规定，小学生下午6点之前必须全部离校。而我姐姐第一次来到黑漆漆的学校，觉得很有趣，便趁家长会进行时，跟几个小伙伴一起跑去操场玩。操场上有一棵很大的榕树，据说已经有100年了。姐姐他们就在榕树边一直玩闹，玩了半个多小时后，就坐在榕树下休息。姐姐后来回忆说，当时明明还是夏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靠近那榕树却觉得很阴冷。突然，其中一个小伙伴说，你们看树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姐姐看到他一脸吃惊害怕的样子，不由得也害怕地抬起头看，在离他们不高的一个枝头上有一道白色的影子，那应该是一个大塑料袋或者是床单吧。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孩子说道。姐姐说，可是这里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怎么还能看到白色的塑料袋呢？所有人也发现了，那道白色的影子像是在黑暗中闪闪发亮。这时那个胆子大的男生拿起石头扔向那道影子，大家也跟着一起扔石头，但那道影子完全没事。突然他快速地从树枝下跳下来，并发出了很微弱的呻吟声。姐姐他们被吓得全速逃跑，冲到了教室，赶快告诉了老师和家长。家长们当时很震惊，随后找到了保安，来到了榕树那里。一个身手敏捷的保安爬到了那棵树枝上，看到了当时扔上来的石头居然一个个排在一起，这是真的吓到了众人。随后的家长会也不了了之。1个月后，我姐姐听说那个带头扔石头的男生被不知道从哪掉下来的石头给砸到了，虽然受伤了，但是没死。我长大之后，在一个傣族朋友家做客，跟他的爷爷说起了这件事。爷爷说，这棵榕树年头久远，估计是在抗战年代吸收了很多的人血，所以一直很邪门，当地村民都不敢靠近。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居然有人在那棵树旁边建了学校，幸亏并没出什么大事。事情发生在1977年，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时间正是阴历11月份，天气十分的寒冷。路上驶来一辆机动3轮车，开车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3轮车的车斗里有一个老人坐在车上，浑身瑟瑟发抖。3轮车还在往前开着，老人在车里缩成了一团。开车的男人是这个村里的村民张二成，后面的老汉是他爹。张老汉一共有2个儿子，大成和二成。自从张老汉前年腿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以后，就有2个儿子轮流赡养，1家1个月。这一次是二成家住了1个月以后，已经过了2天，
大成还没有来接，二成就自己把老汉送到了哥哥家。没想到哥哥家大门紧锁，看到张大成家里没人，弟弟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对于老父亲的话，张二成根本听不进去，他现在满肚子都是对哥哥的怨气，觉得哥哥这是在逃避。二成只顾着朝着紧锁的铁门发泄着自己的怨气。张老汉实在是冻坏了，一遍遍催促着张二成先回家吧。而完全被气愤冲昏了头脑的张二成根本听不进去老父亲的话，固执地认为哥哥就是躲起来，不愿意赡养老人。咱还是别等了，回去吧，我实在是太冷了。哼，我看他今天回来不？决定今天无论如何也要等到张大成回来跟他理论一下，对于他爹说的话充耳不闻。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远远地看见张大成慢慢悠悠地从路上走了回来。你终于赶回来了，你以为你躲得了吗？一肚子怨气的张二成朝着哥哥就骂了起来，两步上前就推了张大成一下。张大成见弟弟跟自己动手动脚的，心里来火了一下，打开了二冲的手。张二成见哥哥那轻描淡写的神情，更是生气，一把抓住大成的领子。张大成立马把二成的手腕掰了下来，这一下用的力气很大，二成手腕被扭了筋，一声脆响传来，张二成感觉疼了，火疼的就上来了，一拳就打在大成的脸上。那张大成也不是受气的人，两个人拉拉扯扯便打在了一起。看着为了赡养自己而打在一处的两个儿子，张老汉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他不禁想起自己这一辈子是怎么拉扯两个儿子长大的。张老汉并不是本地人，30岁的时候老婆得了一场重病死了，扔下两个7、8岁的孩子。赶上家乡闹饥荒，他就用一根扁担、2个竹筐挑上儿子去外乡讨生活。几千里的路就那么用脚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路上有点吃的都留给了孩子，自己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倒是把一双腿勒出了病根儿。后来走到了这里，总算扎下了根，靠着自己这一身的力气开荒种地，抚养2个孩子。也有人看自己勤快，给自己介绍女人，可张老汉怕对2个儿子不好，一直也没再找，就盼着2个孩子快点长大。那些年吃的苦，张老汉都不敢去回忆。后来总算2个儿子都长大了，张老汉给2个孩子都盖了新房，娶了媳妇，觉得自己还能动，怕给儿子添负担，一直是自己生活。可是3年前，自己这双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终于还是让自己瘫痪了。此时2个儿子为了养老的事儿，不知吵了多少的架。想着自己这一生，张老汉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的痛。一阵寒风吹过，天空飘起了点点的雪花，张老汉的生命也在这一刻停止在了寒风里。最先发现已经不动了的是张达成。2人停止了打斗，来到了老爹身边，而这个时候张老汉的身体已经僵硬了。张家2兄弟平分了丧葬费用，匆匆地给张老汉出了殡，在东山一个坡地埋葬了张老汉。这事过后，张家兄弟俩冻死自己亲爹的事儿，没少让村里人戳脊梁骨，都同情张老汉，背后说大成、二成这哥俩都会遭报应的。可是日子还要继续，转眼来到年底，村里人都一起去河上凿冰捕鱼。村民在河面厚厚的冰层上不规则地打了很多个冰窟窿，准备一会儿下网。张二成这个时候正拖着几十米长的渔网向河中心的下网地点走，突然脚下一空，一个冰洞的边缘冰层碎裂，厚厚的衣服让张二成来不及做出反应，整个人一下子就没进了冰窟窿里，身体一下子掉进水里。张二成就彻底的绝望了，他知道自己这次死定了，因为冰层下流动的河水会迅速把自己带离掉下来的位置，而顶上是厚厚的冰层，根本出不去。冰上的人看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根本无法施救。想在底下找到顶上极少的几个冰窟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刺骨冰冷的河水让张二成很快身体麻木了，意识也将要失去。正在这个时候，脚下好像踩到了一个东西。在这段河水里怎么会有东西呢？张二成强撑着往下一看，自己的脚踩在一个人的肩膀上。水下怎么会有人呢？这个人怎么好像……随着水下那个人向上不停地托举，张二成从一个冰窟窿里钻了出来。
冰上的人看到他，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上来。张二成算是得救了，众人给他脱下了湿透的衣服，又找了一个马车上的大棉被把他裹了起来。爹，我错了，爹，我错了。可这个时候，张二成却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而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突然，他甩掉棉被，光着膀子跪在冰面上，朝着他爹埋葬的东山方向用力地磕起了头。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张二成把自己的额头都磕出了血。后来他跟人说起，他在水下是踩着一个人的肩膀才上来的，而那个人就是他爹，那个为了他们哥俩付出了一辈子的老爹。老人重病住院，醒来后却不认识自己的家人，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事情发生在南方的一所医院，医院大家都知道，每天人来人往，生老病死经常发生。医院里专门有一个部门叫做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室，里面住着的全部都是重症的病人，每个病人可以说都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说是有一个李姓老人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住进了 ICU， 手术非常顺利，老人也很快醒转过来。但是醒过来的老人言语变得很奇怪，竟然不认识自己的儿女，问他们是不是请来的护工，而且还说自己是另外一个人，甚至连另外一个人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情况都说了出来。这让他的子女非常害怕，都觉得是鬼上身了，就去找了主治医生。医生听闻表示可能是暂时性，因为之前 ICU 也有同样的情况，另外一个人的信息可能是听别人讲的，老人的意识应该不清楚。医生的解释让老人的子女不敢不信，也不能全信，只能听医生的。再观察几天，老人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他晚上不睡觉，对着空气自言自语，而且还有说有笑，就像眼前跟真的有人似的。这样的症状持续了几天之后，一天夜里，睡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夜里听见了动静，回头瞅了一眼，顿时大惊失色，就见很多人围在老人床前，那些人离得很近，但就是看不清面貌，在病房里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吓得他不敢出声，趴在那装睡。快天亮的时候，那些人好像带走了一个人，就是前几天住在那张床上的刘忠。等到了第二天，老人的子女来看他的时候，李姓老人变得正常了，还跟子女有说有笑。下午的时候，隔壁床的老人就跟李老头说起此事，他觉得李老头可能被刘忠上身了，因为刘忠以前就住在那张床，夜里的那些人把刘忠给领走了，他这才恢复了正常。可李老头对这几天发生的事都没任何印象。当天夜里睡下之后，他听见隔床的病人在轻微的呻吟，好像呼吸不了，扭头看了一眼，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黑影正蹲在他的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来气。李老头想大喊叫人帮忙，他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也动不了，直到体征监控警报响了，护士过来查看，他才能动了。隔床的病人当晚就抢救无效去世了。他把刚才的事说给了护士听，可护士根本不信他的，他只能说给自己的儿女听。吓得儿女又问主治医生怎么回事，医生依旧回答是病人术后的正常反应。他解释说，这叫 ICU 综合症，一般转到普通病房就会慢慢恢复，让家属跟他多聊聊天，多做做复健。住了几天的 ICU， 老人就转到普通病房了。自那之后也没有发生古怪的事。至于 ICU 是不是常有灵异事发生，咱也不敢瞎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你喝过不一样的肉汤吗？唐飞和张爱兰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们志趣相投，很快便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毕业以后，他们也没有像很多情侣那样选择分手，而是留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张爱兰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小时候爱喝酒的父亲经常打骂她，这给她的心理上产生了不小的阴影。后来父母离婚了，她就跟着妈妈过，但阴影并没有退去。她从小就缺乏安全感，所以认识唐飞之后，她对他特别有依赖性，就算不见面，电话和短信也不会间断。唐飞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暖男，他知道张爱兰小时候的遭遇，所以有时候女朋友粘人一点，自己也不会太在意，还经常主动给她汇报工作。结婚后的2年，两人用自己的积蓄和家里的一部分支持，在城市的3环外买了一套房子，日子也算是真正的稳定了下来。随着妻子的怀孕，唐飞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工作，很快他迎来了自己的机会。由于能力出众，唐飞被老总提拔为某个项目的负责人。显然，只要这个项目能顺利完成，升职将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此，唐飞也是特别重视。攻坚的最后4天，唐飞住在了单位。他知道老婆肯定是100个不愿意，但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客户单位在美国，和这边的时差正好相反，他需要在半夜和对方进行沟通，甚至是电话会议。
第一天晚上，张爱兰便眼泪汪汪地对他诉苦，唐飞则是一改往日的温柔。唐飞知道这样有些残忍，但自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也希望自己的妻子要学着坚强，毕竟他也是快要当母亲的人了。当然，最后他还是不忘安慰一下。接下来的几天，唐飞还是会给妻子打电话，但他能感觉自己妻子的状态不是很好，有些把话语甚至很消极。唐飞隐隐的有些的担心，但他的担心很快又被工作上的琐事给分散掉了。到了第4天的晚上，唐飞照例给妻子打电话，但这次电话没有接通。唐飞反复拨了4、5回，对面依然没有接。难道是睡觉了，还是没听见？按道理，自己的妻子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不会上床睡觉的。唐飞反复想着各种可能，心里有些发慌。这时总经理的一个电话打乱了他的思路，总经理催他去一趟办公室，自己也就暂时把这事放下了。早上9点，随着美国那边的确认，这个项目终于谈成了。唐飞走出了办公室，长舒了一口气，突然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疲劳开始侵袭着自己。这时候一只手搭在了自己的肩上，唐飞回头一看是张总。张总显然很高兴，眼神中满是赏识和器重。这次的这项目，唐飞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体现出了不错的能力。赏识归赏识，身体毕竟是革命的本钱。张总不无关心地给了唐飞1天假期，让他好好陪陪自己的老婆。一听到老婆这俩字，唐飞一下子懵了，自己这忙着忙着居然忘了这事。他想起了昨天打电话回去没人接的状况，心跳不由得加快了起来。他拿出了手机，再次拨通了老婆的电话。不过他的担心随着电话那头的声音而烟消云散了。他老婆接通了电话，不过那个声音听起来很低沉，也很悠远，像是隔了几米开着免提接电话一样。唐飞没有去管声音的异常，赶忙问起昨天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张爱兰并没有说什么，陷入了死一样的沉默。唐飞觉得是妻子在埋怨他，便赶忙安慰起来，并说自己想喝肉汤了。一提到肉汤，电话那头突然有了反应，是妻子的声音，显得有些惊慌。随后电话里响起了一阵噪音，噪音过后电话也挂断了。唐飞虽然觉得奇怪，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马上赶回家，等回了家一切就都好办了，他是这么想的。平时都挤公交的唐飞今天叫了辆出租车，车子很快到了自己住的小区门口。走进家门的一刹那，他就觉得不对劲，家里比外面冷了不少。他往客厅一看，发现空调正开着。等他的视线从客厅的空调挪到了餐厅时，他看到妻子正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只是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看起来像是在生闷气。不过餐桌上一碗盛好的肉汤给了唐飞希望，他知道妻子在生他的气，但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然也不会给他烧汤喝。估计一会自己说说好话便会没事了。他决定先从这碗肉汤开始，自己也确实是饿了，闻着这肉汤的香味便已经忍不住要大快朵颐了。他端起碗，将一碗汤一滴不剩地全部灌进了自己的嘴里。今天这汤的味道很奇怪，酸酸的涩涩的，照正常情况不说吐出来，他应该也不会再喝第2口。可是今天这肉汤像是有什么魔力，牢牢地抓住了他。在这一碗满满的肉汤喝完之后，他竟然还想喝第2碗。他看了一眼妻子，妻子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便起身往厨房里走，想自己去打汤。厨房没开灯，就煤气灶上煮着东西。唐飞摸索着来到灶前，打开了锅盖，可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一阵眩晕。锅子里煮的肉竟然是一只人手。唐飞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他的余光突然扫到了地上有血迹，他的视线随着这个血迹往右侧延伸出去，这才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唐飞往右一步过去，看清了那个人，地上躺着的便是他的妻子张爱兰。张爱兰脸色惨白，已经没有了血色，显然已经死去有一段时间了。在他的旁边散落着一瓶打开的安眠药，而那血迹的终点便是自己妻子的左手臂，左手已经消失不见了。想必锅子里的那只手便是张爱兰的。看到这，唐飞把视线移到了餐桌那边，自己的妻子还是坐在那边一动不动，如同死人一般。唐飞整个人突然失去了力量，双脚软绵绵的已经无法站立，他瘫坐在地上，他的心跳越来越快，视线也是越来越黑。在这刹那，他掏出了手机，他不知道是否拨出了那个号码，总之接下来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唐飞身处在医院里，
旁边坐了2名警察，领头的徐队和唐飞讲了他妻子张爱兰死亡的消息，这自然让唐飞情绪崩溃了，他嚎啕大哭，后悔莫及，却又无能为力。待唐飞的情绪稍稍稳定，徐队讲了更多的细节。他说张爱兰是服用安眠药自杀的，他们通过张爱兰的日记了解到，她已经患有了严重的抑郁症，显然是童年时候的创伤莫愈，自从怀孕之后，那种创伤更为加剧了。张爱兰整日失眠，却又不想让唐飞担心，所以一直憋在心里。唐飞这4天的加班，成了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让徐队奇怪的是那只断手，那只手是张爱兰死后砍下的，那到底是谁砍的呢？后来也有人说是张爱兰的鬼魂为了丈夫能喝到肉汤，便砍下了自己的手作为材料，因为她本人已经疯了。总之众说纷纭，但唐飞整个人却是垮了。出院以后是疯疯癫癫，喜怒无常，旁人皆是唏嘘惋惜。事情发生在2009年，辽宁省盘锦市花林乡小乐集村，村里的丧彪刚刚去世了。这天正是出殡的日子，闹闹嚷嚷一天的白事办完了，来吊唁的亲朋好友都留在主家吃饭。我那时年轻，不信邪，跟着一个朋友在这附近的几个村做殡葬生意。其实我什么也不会，都是朋友有活就叫我过去帮忙抬个棺材，打打下手什么的，主家会包点钱塞给我们做筹码。由于大家都觉得我们有些晦气，主家就把我们几个单独安排在了堂屋的一角吃饭。我们早就习惯了，也乐得清静。几个人累了一天，不仅吃了很多东西，还喝了很多的酒。到吃完了，从主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一伙一共4个人，有一个是本村直接回家了，其他2个一起回西面的石木村，只有我住在东面的永盛村。我跟他们打了招呼以后，就自己走上了回村的土路。那时候刚刚入冬，天气很冷，我走了一会，天空突然飘起了雪。在北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天气是最差的，因为雪下来就化了，身体湿了就会更凉。我套上的衣服上的风帽，低着头拼命地往家方向一路小跑，可是雪越下越大，风吹着雪打在脸上，让人的眼睛都睁不开。我低头跑了一阵，慢慢缓下了脚步，可抬头一看，发现路边的景色显得很陌生，并不是熟悉的回村的路。我顿时心里有些发慌，这下大雪的夜里，要是走迷了路，可要遭罪了。我四下转了几圈，也没发现自己熟悉的路，反而是越走越迷糊。正在我着急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路上走着一个人，这可把我高兴坏了，连忙向那个人追去，想着打听一下回村的路。可是随着越追越近，我却发现那个人显得非常的奇怪。这大冷的天，那个人却穿得很少，仅仅是一件单薄的外套和一个军绿色的马甲。虽然觉得奇怪，但我也没多想，跑到身后就叫住了他。那人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居然说跟我同路也去我们村，这可让我喜出望外，就听他的建议，跟着他一起往村子走，这样不会迷路，2个人说着话也不会无聊。我和那个大哥并肩走了一阵，这雪是越下越大，慢慢的路都看不清了，我越来越感觉走错了路，这不像是回村的路。可是看到中年人没有一点迟疑，走得很坚定，我也就不再担心，一直跟着他往前走。可是又走了一段时间，我实在是觉得不对劲了。按照花莲村到我们村的距离和我们走的时间，我们早就该到了，而且这路越走越荒凉，越走越难走。可是那个男人对于我的疑问却一言不发，只顾低头让我跟着他不停地走。我这时就开始心慌了。可就在这时候，我发现那个一直在我身边的男人突然不见了，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这时一阵咔嚓的响声从我脚底下传来，我低下头一看，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冰面上，顿时一阵彻骨的凉意从脚底一下子传遍了全身。这刚入冬的冰面还很薄，怎么可能禁得住我这个成年人？而且我是怎么会走到这上面来的？我往四周一看，发现这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水库，而我就站在刚冰封的冰壳上，脚下一阵阵冰层的碎裂声传来，每一声都让我的心颤抖一下。我愣了一会，突然想起了爸爸小时候教我的一个办法，迅速整个身体趴在了冰面上。
由于分散的压力，冰层的碎裂声慢慢少了起来，可是颤颤巍巍的冰面还是让我大气都不敢喘。就在我一动不动地爬在冰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薄薄的冰层下面浮着一个黑影，那是一个人影，显然是淹死在了水库里。现在浮了上来，却被层挡住了，他就那样隔着冰面和我脸对脸。我吓得连忙想撑起身体，冰面却马上传来了一阵紧密的碎裂声。我连忙小心翼翼地稳住了身体，然后一点点夹着小心向后挪。我心里十分的害怕，想快点离开那个尸体，可身体又不敢加大动作，那感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终于挪到岸边的时候，我有点慢慢地看清了那具冰面上的尸体，那是一个穿着军绿色马甲的中年男人。尸体被水泡了很久，有些腐烂，但是由于是冬天，腐烂的不是很厉害。可是当我看清楚后，我突然心里打了个激灵，这个人不就是刚才给我带路的人吗？我回到家后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不知道是那晚冻着了还是吓着了，也有可能像我妈说的是被什么缠着了。后来听说那具尸体被捞了上来，是个附近村喜欢钓鱼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淹死在了那个水库里。去年我和发小王二开车送我媳妇回娘家，结果因为疫情封村，被困在了我媳妇老家。这一困就是1个多月，连镇子都不能出，实在是闲得无聊。我就和王二找了套渔具去钓鱼。在镇子南边有个大池塘，听说以前是有人承包鱼塘，近年来没人张罗，变成了野湖。我和王二这几天就一直泡在这儿。钓鱼这种事还真是不能沾，一沾就上瘾。我俩午饭过后一钓就是1下午，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这一下午我俩收获倒是还可以，但越是这样就越想多钓几竿。这不，天色都暗了还没收竿。可正在这时，在水面的投射下，我隐约看到水塘大坝旁那个小屋前站着2个人。因为疫情，这根本没外人来，整整1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着。突然看到大坝上站着人，我下意识地回头看向大坝上，寻思着是不是人家不让在这钓鱼，但我们不知道。可当我回过头，却发现大坝上空空如也，根本没有人，这让我有些疑惑。王二见我朝着那个方向看，表情困惑，也跟着看了一眼，同样是什么都没看到。接下来我开始专心致志地盯着鱼漂，可不知为何，总感觉刚刚大坝上那个方向有一道目光在远远地盯着我。这种强烈的感觉下，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然而还是没人，只有那座黑漆漆的小屋立在那。我仔细看了那座小屋一眼，总感觉刚刚我没看错，那人好像在这旧屋里，但因为里面黑漆漆的，我根本看不清，于是我也没太在意，接着回头看我的鱼漂。不过刚回过头，那种感觉又变得很是强烈。王二又上了一条大货，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可我心里总挂着那点事。不过这一次我没再回头去看，而是侧眼通过水面的反射去看。这一看不要紧，接下来的一幕险些让我把鱼竿都扔水里。只见在水面的反射下，隐约可见那小屋确实是有个很明显的人影，但是那人并不是站在小屋前，而是脖子吊在屋子门口上方的屋梁上，也不知是不是风吹的，整个身子在来回轻轻晃动着。看到这，我吓得冷汗都出来了，猛然转过身看去，手里的鱼竿都脱手掉在了岸边。然而回头一看，只见大坝上的那座小屋前空荡荡的，根本没什么上钓的人。王二此时也注意到了我的反应，一脸诧异的转头看了看我，又随我的目光向小屋看去。我当时已经明白过来不对劲了，话都说不利索。而王二见此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也没再说话，脸色变得凝重了。我俩赶紧收拾东西，上到鱼塘边的路上，匆匆发动了车子。这过程我们都没说话，气氛有些紧张。车子发动后，我哆嗦着打开了远光灯。回家的路上要经过大坝的方向，也就是那个破屋前。我们俩当时的心情有些复杂，真怕看到什么。可到小屋前，偏偏又控制不住自己往里面看。经过的时候，车子的远光灯照向了破屋，破屋内被照得通亮，可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这让我俩回村的路上气氛稍缓和了一些。回到家之后，我和媳妇、老丈人说起了这件事。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那个鱼塘都闲置10多年了。之所以闲置，也是因为那地方有些邪乎。据说是因为当年承包鱼塘的夫妇为了养鱼致富，掏光了家底。但是镇上有几个孩子3番5次的去偷着捞鱼，后来因为多次驱赶得罪了这几个孩子，被这几个混小子撒了药和石灰，祸害了满池塘的鱼。这对夫妇找上门理论，可奈何那几个孩子的家里强势，不仅没赔偿还大打出手，那男的腿都打断了。这一下不光鱼塘的收入都赔上了，还因为治病欠下了不少钱。这家的男人心眼窄，回到鱼塘就喝了农药，而当时妻子也是一时想不开，在大坝旁边那座小屋梁上上吊自尽了。从那以后，这地方就经常发生一些邪乎事，好多人晚上经过这儿会看到鬼影或听到哭声。时至今日，一直也没有人再承包鱼塘，所以一直闲置着，成了野湖。这件事说起来让人痛恨之余，不禁有些揪心。而从那时开始，我和王二也对钓鱼有了阴影，至今也没再去野外钓过鱼。我的老家是黔东南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风景十分秀丽，但交通却很不便。事情是7、8年前发生的，我妈那时生了一场大病，在县城的医院住院治疗。周末放假时，爷爷就带我去县城医院里看妈妈。返程时已是下午6点多了，爷爷不知从哪个老乡那借了一条船，带我走水路回家，这样只需要1个小时就能到家，走山路要3个小时。但不想半路下起了雨，船上倒是有一把伞，爷爷就让我打起来。也好在很快就靠了码头，那所谓的码头不过是一处平缓的河滩。我那时已经上中学了，木船也是经常坐，自己是完全可以跳到河岸上的。可那天爷爷很奇怪，一把把我抱了起来，就从船上往岸上跳，把我放下后，自己反而身体不稳，摔了一跤。我见他摔倒就想去扶，也被他用手势拒绝了。看起来倒是没事，只是地上湿滑，弄脏了衣服。我也没多想，只以为爷爷见地滑，怕我摔倒，就和爷爷踏上了回村的路。不过一路上爷爷也不与我打一把伞，始终走在我的身后。河岸到家不远，几分钟就到了。我身上也是又冷又湿，可能有些感冒，就早早上床睡觉了。不过睡觉前我发现爷爷根本没进屋，找了把板凳坐门口抽起了烟。这大雨的晚上又潮又湿，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我当时是觉得爷爷稍有些反常，不过也没往心里去，没一会就睡了。早上在县城陪床的爸爸回来了，我们祖孙3人坐那吃早饭，爷爷就喝起了烈酒。爸爸觉得奇怪，就问爷爷咋一大早就喝酒呢？没想到爷爷的回答让我们父女俩都吃了一惊。我也就是那时候听爷爷讲了昨晚他看到的脏东西。爷爷说在划船时他就觉得船深沉有些不对，等靠了岸又是感觉船身下一动，好像有什么扒在船底下，此时松开了。爷爷下意识往船旁一看，心就紧了下。爷爷说他看到水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正盯着船上看，瞧轮廓像是个河漂子。爷爷知道那东西是怎么想的，这才一把抱起了我向河岸上跳去。可没想到那东西抓不到我，却想把爷爷拖下水。爷爷使了一辈子船，有力气，脚猛地一蹬给甩开了，不过也因此摔了一跤。本以为这就结束了，可爷爷说没想到那东西竟一路跟了上来，所以爷爷一路都守在我后面保护着我。也正因为有爷爷在，那东西一路也没敢靠近。那东西一路跟到了家，所以爷爷也不顾湿冷，就坐在了家门口守着。爷爷年轻时参过军，还会武术，可以说一身的正气。那东西跟爷爷对峙了大半宿，最终是没敢进来。见雨快停了，水汽消退，才悻悻地走了。爷爷说到这，拽起了自己的裤子，我和爸爸都看到了，爷爷脚踝处有一个淤血形成的青色手印。我这才知道，昨晚要不是有爷爷在护着我，那我指不定被水鬼抓去了。事情发生在2015年12月10日，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那时我正在那里的一个港务区打工，有2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同事与我非常的要好。我们那时一起住在离港务区不远的宿舍，在我们的宿舍旁边有一个废弃了很久的楼房。一天我们3个人喝了些酒，3个人里胆子最大的吴强就出主意去那个废楼探险，说那个废楼以前是个大公司的办公室，
后来发生火灾才废弃的，也许能找到点好东西换俩酒钱。要是在平时，我们俩肯定是反对的。可是那天酒喝的有些多，鬼使神差的就跟着吴强去了。可是到了那里，我们俩就有些后悔了。那栋楼白天看都是阴气森森的，更别提晚上了。我的另外一个同事马浩，虽然个子很大，但是胆子却很小，就想拉着我们回去。可是架不住吴强的一阵冷嘲热讽，一阵的激将，马浩还是一起进来了。而我这个人本身没什么主见，虽然心里也有些害怕，但看他们都去了，我也不甘落后。进到废楼里以后，我们发现确实以前发生过火灾，到处都是烟熏过的痕迹，黑漆麻糊的。我们靠着吴强手里的一部手机照明，把里面的一些房间都看了一下，却都大失所望。那些房间里面都是空空如也，看起来火灾过后又经过了清理，什么都没剩下。这时马浩就又打起了退堂鼓，吴强却正在兴头上。他看到前面有几间房子似乎着火时并没有烧到，保留了一些东西，就提议去看看。前面的这几个房间里确实有些东西，但都是一些多年不用的破旧家具什么的。几个房间的前面又出现了一个较偏僻的走廊，我们又顺着路往里面走去。马浩一路上都在劝大家回去，可是吴强根本不理他，他也没有勇气自己出去，只好跟着往里走。在一个房间门口，吴强突然停了下来，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跟在他后面的我和马浩也随着他往里面看，却看到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人正在睡觉，身上盖了一床破烂的被子，看样子是个流浪汉。可慢慢的我们都发现了不对的地方，那个人没有一丝生气，特别是露在外面的一双脚呈现出了一种死灰色。吴强觉得好奇，就想上前去看看那个人是死是活。我们俩都劝吴强别去看了，别惹麻烦上身。可是吴强脾气很傲，越是我们俩说，他越是来劲。最终他还是上前把那个破被子给掀开了。这被子一打开，我们几个全都吓傻了。那确实是一个死去的流浪汉。虽然12月份的北方很冷，没有完全腐烂，但是也能看出死了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皮肤都已经干瘪变形了，不知是被冻死的还是病死的。马浩看到尸体那恐怖的样子，恶心的到后面吐了起来，而我也躲得远远的，不敢再正眼去看。可吴强的胆子确实很大，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嘲笑我们胆小。他不但没有离开，甚至跑到了那流浪汉的尸体旁边，非逼着马浩给他和尸体拍张照片。马浩本来坚决不同意，可是看吴强那副不拍就不走的样子，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拍了一张。吴强完全不忌讳，一连要求拍了好几张才罢休。终于吴强心满意足了，我们才匆匆地顺着原路往回走。说实话，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烈，但是现在知道了身后的楼里有一个死人，回去的路就变得异常的恐怖，总是感觉后面会有鬼跟上来。不过好在都安全的到了家，一晚上惊心动魄的冒险平安的结束了。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分头去上了班。到了中午的时候，马浩突然惊慌失措地跑进了我的办公室。他说吴强一上午也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了，因为一个材料在他手里，现在急用，经理派人找了他很久也没找到。马浩心思重，他觉得这一定跟昨晚的事有关，就来让我跟他一起去那栋废楼看看。从昨晚看到那个死人以后，我们本来对这个废楼是非常恐惧的，但是为了找他，加上又是白天，我们还是炸着胆子来到了这里。我们俩根据记忆顺着昨晚走过的路开始了寻找。说实话，不知为什么，即使是白天，这栋楼也是光线很暗，鬼气森森的。我们俩沿着昨晚的路，很快又来到了那个有死人的房间，战战兢兢地往里看去，马上就看到了那个盖着死人的破被子。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了它跟昨晚不同了，那被子突出的形状显然不是盖着一个人。我们俩的心里都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马浩虽然胆小，但跟吴强是同乡，以前就认识，很是担心，就壮着胆子去掀那个破被子。可一掀开，我们俩都被吓傻了。只见吴强果然就在被子下面，已经死了，和那个流浪汉半腐烂的尸体并排躺在了一起。没有人知道吴强为什么又来到了这里，是怎么死的，里面的细节我和马浩都不敢去想象。后来警察来处理了尸体，给出的结论是突然心脏衰竭死亡。至于为什么死在了这里，也没有合理的结果，
可是我和马浩的心里都明白，吴强的死源于他对死者的不敬。